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刚刚发布的全新 M2 芯片版本的 Mac Mini。1、2、3，当当，哇，还是相当小巧的。这里有一根电源线，没了啊。哎。Mac Mini 的 logo 在下边，在连续2代降价$100之后 ，Mac Mini 从$799降到了$599，国行版本呢从6499降到了4499，教育商店版更是达到了3699，大幅拉低的 Mac 门槛，让一大批此前从不了解 Mac 的同学也开始好奇这款产品。所以今天的视频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 M2 芯片的 Mac Mini 到底是一款怎样的电脑，以及 macOS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系统。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这是一款怎样的电脑？首先，它真的很小巧啊，就好像把 Studio 一巴掌拍扁了一样。作为台式机，比 MacBook Air 还要轻巧。我还真看着前2天有老哥说，白天背着 Mac Mini 去公司，然后晚上再背回家，甚至还有一个为 Mac Mini 专门定制的便携挎包啊！什么是真正的移动工位办公啊？放在桌面上不占空间，就和摆件、手办、盲盒它们的底座差不多，存在感很低。家里如果是实木家具装修风格的，来一个实木底座，那也不是不可以。其次，台式机的自我修养就是接口管饱。标准版呢是2个超高速 USB-C 接口，和 Mac Studio 相比，正面Mini 少了2个 USB-C 接口以及一个相机 SD 卡槽。这个卡槽呢，其实因人而异，就我自己使用频率还挺高的，特别是本身 Studio 如果在机身正面就很方便。如果说 Mini 对于视频、照片工作者有一点点麻烦的，就是需要转接一个 SD 卡槽。市面上其实也有专门给 Mini 开发的扩展坞，就是它也以底座的形式，然后让这个接口前置了。我试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创意很棒啊。尤其是 Mini 本身比较薄嘛，但核心你买不买，其实是要你看你有没有这么多接口的需求。我对于大部分用户的建议，Mini 它自带的接口是足够用了。新款 Mac Mini 升级到 M2 芯片，我这款呢是全系中就最入门的那个 M2 啊，就也不 Pro 也不 Max， 那性能和 Pro 和 Max 也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日常办公娱乐这个配置一点问题都没有啊，绰绰有余。M1 芯片版本的 MacBook Pro 可以流畅回放3条4K 视频。我们加入第4条4K 画面，现在来播放看一下，声音不卡顿，但是画面已经很卡了。而 M2 芯片 Mac Mini 可以流畅剪辑播放5条4K 视频，实测导出一条10分钟左右的4K 视频。2款设备都花费了6分45秒，几乎同时撞线。至于很多同学担心的8GB 内存到底够不够用啊？我同时打开了10几款大家日常可能使用到的软件，包括文稿、PPT、表格、音乐。浏览器打开了10来个大型网站的这个标签，然后打开了2款专业软件，并使用其中1款来进行视频剪辑。整体来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操作还是很流畅顺滑的。8GB 日常办公100%够用啊，偶尔高负载也能够应对。但是如果同时运行多个专业软件或者某个大型软件本身很吃内存，性能是不一定够的。所以专业用户或者说这台电脑打算使用很多年，那我还是建议选择16GB。大家关注的256GB 容量是否够用？那刚激活的电脑啊，在没有安装任何软件的前提下，它现在剩余的空间呢，大概是218GB 左右。安装完日常必备的软件，包括 Office 3件套、剪辑、音乐、网盘、会议、视频播放器、输入法等等，剩余容量是192GB。所以够不够大呢？就看你有没有存储大型文件的习惯。256GB SSD 速度每秒是1500兆左右啊，毫无意外，依然是高容量版本速度的1半啊。日常大部分场景这个速度呢，它是足够快的。如果你担心这个速度会限制你自己的发挥啊，你可以加钱上512，甚至上1T。以上就是 Mac Mini 基本的硬件表现。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Mac Mini 作为桌面电脑的核心优势——无线扩展。刚才我们说256GB 存储不够，你可以外接移动硬盘呢。官方从256GB 存储升级到512GB 要增加1500块钱，但是购买一款比如说三星2TB 很好看的移动硬盘，其实只需要花费1200。当然了，速度肯定比不上苹果内置的这个速度，但是日常使用也绝对够用。闪迪移动硬盘价格其实也差不多，外形呢是2种不同的风格。插上移动硬盘之后，电脑瞬间就扩容到了2TB 啊！原来机身自带的256GB 瞬间就变成了一个零头啊！同一个电影，你下载一个剧院版，你再下载一个导演剪辑版，对不对？把视频素材资源库存在移动硬盘里也不是不可以啊！出差直接把移动硬盘拔下来，然后插笔记本上可以继续剪辑。
如果你买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扩展坞，你也可以自己加 SSD， 虽然不能随时插拔，但是它不用拖着小尾巴，速度和价格呢也都可以自己把控。苹果对于 Mac 向来有一个所谓的苹果标准。比如说 iMac 或者 MacBook， 它都配备了顶级的屏幕，妙控键盘、妙控鼠标或者触控板，这些高素质的硬件也让很多人经常开玩笑说这是买屏幕送电脑。但是这些环节呢，也让产品的价格达到了苹果标准。对于 Mac mini， 苹果放弃了对配件标准的要求把选择权开放给了用户自己，让这款电脑可以很奢华，也可以很低价。比如说，你可以选择 Studio Display 这种万元专业级别的显示器色彩精准，5K 分辨率细腻，自带出色的音响系统。你也可以选择 Redmi 4K 显示器，1700块钱，日常浏览网页、看视频也能够完成任务。我自己测试了一下 Redmi 这款呢，它就是屏幕这个支架位置不太稳，就桌面轻微的晃动就会导致这个屏幕的震动。但总体来说，它的颜色和细腻度我觉得很可以尤其是在1600-1700块钱这个价位上。你说我这不花点钱我就浑身难受你也可以选择4万块钱的 Pro Display XDR 超高亮度、超高对比度，达成显示器是主机价格10倍的成就虽然说没有必要，但至少你有了选择的权利。扬声器的补充说明 ，Mac mini 是自带扬声器的，但是声音很单薄，也没有立体声。A powerful high excursion woofer and beamforming tweeters. 所以 Studio Display 是天生绝配如果预算吃紧，你其实可以配个蓝牙音箱或者你嫌麻烦，直接连个 AirPods 又方便又支持空间音频。键盘同样是无限扩展推荐第一顺位是妙控键盘，打字回馈舒适，按键面积大，功能键适配和系统完全匹配，丰富实用。带指纹版本呢，比不带指纹版本贵了300块钱，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关于指纹识别的补充说明，我看海外用户他们很习惯说家里有一台电脑，然后爸妈孩子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账户。2018年有个电影叫《网络迷踪》，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故事就是在一台电脑上，然后家里有不同的成员有自己的账户而展开的。这一次 Mac mini 宣传片里也是有一个工作室，然后有一台电脑，然后大家都在一台电脑上切换自己的账户。对于这个场景，选择有 Touch ID 指纹识别的键盘，不同用户呢就可以通过自己的指纹一键进入自己的账户。比如说现在孩子用他的指纹直接按压这个指纹解锁按键，大家看到了吗？它就自动的跳到孩子的这个界面了。我现在按中指的指纹，大家想一下这个场景是最不需要高存储的，因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移动硬盘去连接这个主机，你买的再高反而是浪费。妙控键盘呢，还有一款带数字键盘的加长款优点是有黑色可以选择，然后有数字小键盘，有指纹识别按键。缺点呢是不那么灵活，比如说你想翘着二郎腿把这个键盘放在大腿上打字就很难实现，因为它那个小键盘区它是支棱出去的，重心有点偏，所以入这款键盘的同学要明确自己到底是否需要这个小键盘区。第二推荐的是罗技经典入门款 K380 Mac 定制版，很好看。按键呢是完全对应妙控键盘，使用起来完全不需要任何学习成本这一点其实说起来好像很轻松，但找到完全对应官方的键位其实也不那么容易第二个优点呢是它的价格足够低200块钱在这个价位，我对于这款键盘真的非常满意小不足的就是键盘的手感一般圆形键帽准确性也一般，但是一切弱点在200块的售价面前不堪一击第三款推荐，罗技进阶的 MX 系列机械键盘，外观复古茶轴打字回馈手感不错，支撑角度可以调高，更符合人体工程学，还支持键盘背光暗光场景下有这个需求的这款很合适。缺点呢就是它的价格不便宜，然后键盘布局呢和官方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另外呢就是打字噪声比较大，就领导坐办公室关着门都能够听到你在努力工作的样子。所以大家明白了吗？你可以选择贵的键盘，也可以选择便宜的键盘，你可以选择薄膜键盘，也可以选择机械键盘，你可以选择指纹解锁键盘，也可以选择支持背光键盘。总之，无限扩展。鼠标的选择同样丰富，你可以选择110块钱的微软海洋鼠标，这个外壳20%采用海洋回收塑料打造，手感呢就像是海边一块小石头，轻巧充盈。不过毛附加功能没有就是一个滚轮2个按键，那适合轻办公的用户。你也可以选择罗技经典的人体工程学 MX Master 鼠标，把你的手掌
整个给支撑起来。这款呢拥有丰富的自定义按键，侧边滚轮可以调整音量，然后自定义按键可以调整，比如说屏幕亮度，拇指还有一个下压按键啊，你可以自定义操作。但缺点是很沉啊，如果有频繁的需要抬起鼠标，然后远距离滑动这样的操作，时间长了手会累。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被大家广泛吐槽的官方妙控鼠标。在使用这款之前呢，我一直是使用 MX Master， 还用过一段微软的 Vertical， 用来用去有一个操作是其他第三方鼠标呢没有办法轻易便捷替代的，就是官方鼠标在这个前方区域它有一个硕大的玻璃触控面板，我可以通过双触去放大图片，然后滑动鼠标来进行放大画面的移动。这个功能我自己日常工作真的太需要了，所以至今没有任何产品可以完美实现这个功能。长期使用妙控鼠标，我发现啊，这款鼠标并不会因为没有撑起你的手掌而带来疲劳，相反，鼠标非常轻，提起鼠标移动的时候反而很省力。这款鼠标是2009年发布的，到今天已经足足14年了，14年还没有改变，就说明这个鼠标的操作已经足够成熟。大家其实可以把偏见先放在一边啊，好好体验一下。当然，充电确实跟优雅是沾不上边啊，就有一种我不想努力了的既视感。妙控鼠标呢有黑色、白色两个配色，黑色是新配色，我个人还是优先推荐白色。就是黑色它固然炫酷啊，固然新鲜，因为鼠标嘛，你手总会出一点汗，黑色那个玻璃面板更容易看到汉字。对于 Mac 还有一股强大势力我们不能忽视，就是触控板。Mac 强大的多手势交互，让很多场景之下，触控板它的效率比鼠标还高啊。比如说视频剪辑，我就很喜欢用触控板。触控板与鼠标最大的差别，远距离滑动鼠标之后的这个精准点选。笔记本小屏幕你用触控板还好，但如果你放在大尺寸的显示器上，这一点鼠标要比触控板更加方便省力。Mac mini 没有绑定鼠标和触控板，你可以选到一款适合自己的鼠标，从而实现无限扩展。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第一部分。Mac mini 是怎样一款电脑？接下来我给很多第一次了解 Mac 的同学快速介绍一下 macOS 是怎样一套系统。首先，Mac 的操作逻辑很简单，它和 Windows 有许多的差别，但是相信我，习惯2天你就能上手，和 iPad 的操作逻辑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二，高分辨率屏幕适配，清晰锐利，这一点呢，其他系统我就不点名了。对于第三方软件的高分辨率适配，很多年了，一直做的差点意思。第三，系统稳定性高。当年我把主力机从 Windows 切换到 Mac 的原因，就是大概在2-3个月之内，连续出现了3次因为系统自动更新导致蓝屏，然后进而重装系统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后来就实在是觉得这个很烦啊，就把我的主力电脑切换到了 Mac。另外 ，Mac 上的弹窗和病毒也几乎没有，很省心。第四，游戏大作非常少啊，理工类专业软件覆盖量呢也明显落后于 Windows。Mac 它更适合创意类的工作，比如说音乐、绘画、摄影啊、视频、特效、软件开发这些。Office 办公呢不用担心啊，苹果最佳软件开发者还得是微软。第五， iCloud 好用啊，用手机拍的照片你可以自动同步到 Mac， 在手机上没有打完的备忘录文章 ，Mac 直接自动同步进度，你根本不需要保存都。存在 iCloud 里的图片、视频、文稿，在你的手机、电脑上也都可以直接打开。第六， Mac 使用寿命非常长啊，我看现在好像还有不少同学在使用2017年甚至更久以前的 Mac，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当做是一笔长线投资，然后再判断自己所需要的配置。第七，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Mac 它一旦接入的苹果生态，每接入一款产品 ，Mac 的能力就增强一个等级。如果你在使用 Mac 的同时使用 Apple Watch， 那么你可以通过手表实现 Mac 的解锁。如果你同时在使用 AirPods， 那么配合 Mac 可以实现空间音频，让声音从之前的左右变成一个开阔的声场。如果你使用 iPhone 拍摄的照片，你可以瞬间进入文档。如果你的 Mac mini 本身显示器它没有前置镜头，那可以通过你的 iPhone 的后置镜头作为你电脑的自拍镜头。如果你在使用 Mac 的同时使用 iPad， 那 iPad 可以作为你的扩展屏幕，你可以使用 Apple Pencil 在 Mac 上进行涂写，你甚至可以使用 iPad 的键盘触控板直接去操控你的 Mac 电脑。也就是说，理论上你甚至不需要给 Mac 买鼠标和键盘，把硬件体验和系统体验两个部分综合到一起，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Mac mini 这一台小巧但是蕴含着无限可能的超级小主机。它不是性能最强的桌面电脑，但可以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它不一定方方面面都是顶级规格，却在今年以3-4千元的档位敲开了许许多多用户第一次体验 Mac 的大门。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视频能够让更多的同学去体验灵活配搭、无限组合所带来的乐趣。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